위대한 우리 조국 조선민주주의 인민공화국 만세! 寻找北京里的朝鲜，今天走到这边啊，都能感受到将军啊带来这种气场。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英明领导下，以征服宇宙的精神与喜悦奋勇前进。全是一水金字打头的说，为了实现人民的梦想和理想。在北京工作朝鲜的服务人员大概是多少钱？寻找北京里的朝鲜，第一站啊，咱们就来到朝鲜大使馆。我现在是在朝鲜大使馆附近的一条小巷里，在不久之前的9月初啊，将军呢来北京呢参加了这个阅兵式啊。那么当时顺道他也是来到了这个朝鲜大使馆来指导这个驻华使节的工作。应该对他来说的话，也是很长时间没有来朝鲜大使馆了啊。今天走到这边啊，都能感受到将军啊带来这种气场。我现在已经感受到了啊。从这条小路出去。那你看到前面这条马路的那个对侧铁丝网的里边啊，就是朝鲜大使馆了，然后越来越近了。好的，马路对面这个就是朝鲜大使馆了啊。咱们在这边简单的走走看看吧。1949年10月6号，朝鲜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随后建立了大使馆。朝鲜驻华大使馆原来的馆址啊，就设在北京市东城区可园内。后来呢，迁到日坛北路11号，也就是现在的这个地方。南起日坛北路，北至南营房胡同，西接神路街，东临芳草地西街，占地面积呢约为4.5公顷。使馆呀有2个门，分别是日坛北路的正门，还有一个就是芳草地西街上的侧门。正门主要供高级官员车辆行驶，侧门是工作人员进出。使馆内大概有7幢楼，主要是工作人员办公以及居住的场所。我现在所处这个地儿啊，就是朝鲜大使馆的西侧，也就是这个芳草地西街。咱们现在就是绕着这个朝鲜大使馆外围啊，简单的走一走。然后你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个外边呢是有一层这个铁丝网，里边是一个围墙，然后围墙里边呢基本上呢都是种着树，密密麻麻的。我走在这条小路上吧，人行道也见不着什么人，马路上过往的车辆呢也没有那么多。马路对面就是居民楼，这个四周的环境还是非常安静的。好，我现在是来到马路对面，咱们继续往前走。现在可以看到我左手边这个大门应该就是朝鲜大使馆的侧门了，旁边停着一个快递小3轮，在侧门后边有一栋白色的建筑啊，我目测大概就是4层楼高。紧接着它旁边是一栋棕色3层建筑，这2栋楼之间应该是打通的。我看有些媒体报道说呀，这个朝鲜大使馆的东侧呀，在2019年的时候盖了一个新的酒店，主要是给来中国出差的这些朝鲜外交人员暂时居住的地方。据说酒店这个配套设施那是相当齐全啊，包括桑拿房、游泳馆啊、娱乐厅啊，这些设施一应俱全。您说我旁边路过这楼像酒店吗？看着这外观吧，就是一个正常的办公楼。你要非说是酒店的话，也就是招待所。再往前还有一栋白色的建筑啊，这个楼层更矮，应该也就是2层。这3栋楼挨在一起的话，有点像那个手机信号格啊，只不过是反着来的，从高到低。这边还搞了一个开口眼镜店啊，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本地人开的，就开在朝鲜大使馆的对角。咱们从这儿过马路继续走，这一侧呢应该就是朝鲜大使馆的北侧。哦，你看朝鲜大使馆这一侧的话，只有我现在走这条道有人行道，那边呢其实本来是有这个人行道的啊，但是都是被这个铁丝网拦上了啊。后面这几栋楼看着挺矮的，也就3、4层那么高，怎么那么像员工宿舍呀？具体干啥咱也不知道，瞎猜着玩吧。我现在是到了朝鲜大使馆的西侧了，这街角区域呢种满了绿植，朝鲜大使馆就在这些绿植的后边。这么一看，确实是神秘感满满。镜头转过来，咱们看马路的另一侧啊，这边一看就热闹很多啊，集美食和娱乐一体的一个生活广场，里边有各种的中餐和西餐厅啊。我记得之前来的时候，里边还有一些什么土耳其菜啊、叙利亚菜等等中东的菜系。咱们继续沿着朝鲜大使馆西侧这条人行道继续走，人行道旁边停了一排的电动车，还有共享单车，一些外卖小哥就在这边休息。树丛后边这栋白色建筑啊，应该就是朝鲜大使馆的主楼了。我看这个百度百科的这个资料里写着说，朝鲜大使馆占地面积约为4.5公顷啊。
换算一下，大概就是4.5万平方米。而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占地面积是4万平方米。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看来朝鲜大使馆的面积比美国大使馆还要大呀。现在眼前这条路就是日坛北街了，朝鲜大使馆的正门就在日坛北街这一边。那现在我来的这一侧呢，应该就是朝鲜大使馆正门的对面。咱就简单从远处看一下吧。正门一般都是朝鲜使馆的高级外交官进出的地方。将军之前来北京参加93阅兵的时候，就坐着他那辆迈巴赫从这个门进的朝鲜大使馆。我现在坐这个地方的正对面就是朝鲜大使馆。这里边是在装修吗？怎么那么大的装修声呢？可能是在盖什么东西吧。外边一个宣传板，上边应该是有一些将军在这个朝鲜视察的一些照片啊。咱拉近了看一下，正中间这位置就是将军的照片啊。咱再看看其他这些照片，哎，这照片里边也没有将军啊，全是这个朝鲜这个城市建设风貌啊，看起来都挺不错的。这宣传栏里只有将军一张照片，不太应该呀。底下那小电视干嘛？是不是放春季大妈播报朝鲜新闻的呀？ 존경하는 김성은 동지께서 好的，简单参观了朝鲜大使馆周围这么一个环境和情况，大家也大概了解了一下啊。接下来我们去的这个地儿可有意思了，寻找北京的朝鲜第2站啊，咱们现在已经到了798艺术园区了。这798艺术园区跟朝鲜有什么关系啊？我已经来了798差不多不下10次了，但是头一次听说这边有一个叫万寿台艺术创作中心，是朝鲜的一个国营的一个艺术机构。之前来的时候是从来都没有注意过啊，后来在网上看到说确实有这么一个地儿。那咱们今天呢就看看这个万寿台这个艺术创作中心里边到底有什么。万寿台创作社成立于1958年11月，隶属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是朝鲜规模最大、艺术水平最高的综合性艺术创作基地。创作社占地面积约7万平米，下设油画、朝鲜画、雕塑、瓷器、刺绣等10余个创作部门。平壤市标志性的建筑如主体思想塔、凯旋门、千里马铜像、大街小巷的宣传画、朝鲜地铁里的壁画。最伟大作品莫过于伫立在万寿台纪念碑的2座高达20米的太阳铜像。90年代开始，万寿台创作社开始走向世界，一些国家的政府以较低的成本将大型项目委托给万寿台创作社的艺术家们。他们为意大利时尚界的巨头贝纳通家族制作过一幅巨大刺绣，为柬埔寨的吴哥全景博物馆装修。但对朝鲜艺术品最钟情的客户，您猜是谁？居然是和朝鲜相隔万里的非洲大陆。其中最著名的当然就是塞内加尔的非洲复兴纪念碑。这座纪念碑高达50米，比里约热内卢的救世基督像和美国自由女神像都要高，位于达喀尔的约夫国际机场附近的山上。近年来，大批的万寿台创作社的艺术家和手艺人们被派往安哥拉、贝宁、乍得、民主刚果、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多哥等非洲国家承建项目。这些国家您可能有些都没听说过，就全当帮您增长点没用的知识吧。凭借着这门手艺，万寿台创作社出口的这些艺术作品成了朝鲜获取外汇的宝贵来源。据估计，朝鲜通过这种方式赚取了数以百万、千万计的大笔美元订单。而在798艺术园区里的这家朝鲜万寿台创作社的分支机构，全称朝鲜万寿台创作社美术馆，它是由朝鲜政府投资成立的唯一的一家海外的美术馆。对于没有去过朝鲜的外国人来说，这里无疑是了解朝鲜文化和艺术的窗口。庆祝朝鲜劳动党成立80周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综合美术展览会。看这个上面这个壁画啊，也是这个世界各国人民啊共同庆祝这个朝鲜建国77周年啊。这个就是在朝鲜万寿台创作社美术馆门口伫立的一尊雕像啊，非常知名的一个千里马雕像。雕像应该是有大概是6米高，一男一女显得非常意气风发啊，也代表着朝鲜人民努力向前的精神面貌啊。骑着一匹千里马，要奔向充满希望的未来。千里马铜像是为了象征朝鲜人民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英明领导下，奔跑在世纪最前面，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创造出飞跃发展力，作为千里马时代的英雄气概而建立的纪念碑。走进美术馆门口，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串纪念品。左边靠窗的橱柜上摆着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小碗和小杯子，还有小茶壶，这些东西没什么特别之处。右边这撮花花绿绿的布，看上去应该是围巾之类的东西。
香云纱围巾，这跟什么朝鲜特色也没什么关系。里边柜子上还有卖帽子的、卖衣服的，后边坐着位大姐跟个没事人似的嗑瓜子儿。接下来咱们就逛这个1层的展厅吧。这不就是朝鲜人念叨的所谓的白头山吗？将军这一家的都号称是白头山的血脉。据朝鲜官方的宣传啊，3将军的代弟2将军就出生在白头山的一个小木屋里。尽管有多项证据表明他出生在苏联远东的一个军营里，但这不重要，不重要。将军想出生在哪里就出生在哪里。你看这幅画里虽然没有太阳，但是太阳却无处不在。太阳的光芒映照着整个山脉，山脉间散发的寒气瞬间就被融化了。这幅画是想表达什么呢？有的人打着伞，有的人淋着雨，大家都有说有笑的，脸上洋溢着喜悦和自信。后面那排大字报是啥意思？用 ChatGPT 查查。哦，这个意思是说要以征服宇宙的精神与喜悦奋勇前进，直接就点题了啊！看来我前面这通分析没啥毛病。这边这几幅画就比较好理解了啊。上面这幅画是一堆游客围着一大老虎拍照呢，那地上还戳着一自拍杆呢。下边和右边这2幅画，牧民们都搁那儿放牛放羊呢，风吹草低见牛羊啊。这幅画应该是朝鲜人民军的士兵为抗美援朝中逝去的战友献花呢。这幅画展现一个军民同乐的情景，大家欢欣鼓舞，共同庆祝这个抗美援朝的胜利。画面左侧几个小孩坐在这个坦克上，坦克上清楚地印着几个字母 US Army， 大家吹拉弹唱，载歌载舞。看左下角这行字写的是啥？哦，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那看来这幅画主角应该是咱们的志愿军了。邪恶美帝军队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左下角那位冰天雪地怎么还光着2只脚丫子呀？大概率是已经去见上帝了吧。我看其他哥几个也快坚持不住了。这说明啥呀？正义必胜，邪恶必败。咱们再往里边看看啊，哟，这书柜上全是一水金字打头的书啊！金日成全集、金日成著作选集、金日成回忆录、伟人金日成、金正日选集，全都是大将军和2将军的著作。中间摆着2将军，两边是2个3将军护法，为了实现人民的梦想和理想，人民的领导。其他一些作品呢，基本都是一些人物画、风景画，还有人物雕塑之类的。这些作品都是万寿台创作社一些青年艺术家的作品。咱们就简单的再欣赏一下吧。桌子上摆放着一些3位将军的语录，还有这种放大版的纪念邮票，以及展现朝鲜人民精神面貌的一些画册。朝鲜的工人呢，已经用上 iMac 一体机了，实在是太先进了。国家给他们补偿分配足才非常幸运的又大又漂亮的地方。现在从里边出来了啊！现在这个太阳格外的耀眼。哎呀，今天这个天气真的是特别的热啊！虽然北京已经入秋了，应该是挺凉快，但是今天格外的热啊！天气预报报的是27度，但是实际上来说可能得有30度。这边要有一个新馆啊，跟着长江走。所以这个朝鲜万寿台创作社美术馆啊，作为和世界交流朝鲜文化思想啊为数不多的一个窗口，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可以来看一看的，感受一下啊，熏陶一下主体文化。也只有北京有这么一家，其他地方还真没有。我靠！这太阳太刺眼了啊！我整个人都快晒化了，请将军不要刺瞎我的钛合金狗眼，谢谢啊！这恩情已经太足了，含金量爆表啊！含金量爆表的一天。奥迪 QQL， 这我估计将军看不上了，比迈巴赫差远了。今天呢，咱们先是简单参观了朝鲜大使馆周围啊，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咱们又去了798艺术园区里边的万寿台创作社美术馆啊，感受到了这个主体艺术的熏陶，精神食粮已经被喂得足够充足了。现在我的精神状态是非常饱满，但是我这个肉体上是有点虚弱啊，因为一天没吃饭。所以接下来咱们就去一家正宗的朝鲜国营的餐馆，品尝一下朝鲜当地的美食特色到底是什么样。咱们到了啊，就是这儿玉流馆。
玉流馆是位于朝鲜平壤大同江畔的一家豪华餐馆，在大将军的指导下，于1960年开始营业。玉流其实就是大同江的别称。作为全朝鲜最著名的食府，玉流馆经常用作招待外国元首及贵宾。外国驻朝鲜大使馆也多选择在玉流馆举行宴会，其中平壤冷面作为玉流馆的招牌菜，最受顾客们的喜爱。2018年，三将军与时任韩国大统领文在寅在板门店举行会晤的时候，文在寅提出：“我十分想念玉流馆的平壤冷面。”将军二话没说，直接安排玉流馆的厨师来到板门店做平壤冷面。在次年文大统领访问平壤期间，三将军又在玉流馆专门设宴，盛情款待。暂且不说事儿谈得怎么样，最起码文在寅算是大饱口福了。如果您本人在朝鲜想去玉流馆品尝正宗的平壤冷面，您可以乘坐平壤地铁千里马线，在统一站下车。如果您本人不在朝鲜，也想品尝玉流馆正宗的平壤冷面也没关系。玉流馆除了在平壤开设有总店，在北京、曼谷、金边、迪拜也设有分店。今天我来到这家就是位于北京望京地区的玉流馆分店，它是玉流馆在全中国的唯一一家分店，从2004年开设到今天，已经有20来年的历史了。走进大堂，给人带来是一种金碧辉煌且古朴雅致的气息，所以门口两侧的座位上也没有等待的顾客。右侧这片区域一般都是接待散客，即便今天是工作日，也是座无虚席。左侧的区域一般都是接待团餐。我上回来这儿吃饭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日本的旅游团，还有一个韩国的旅游团，所以就别再说人家不接待日本人和韩国人了啊。现在上来几个小菜儿，有这个豆芽啊、黄瓜呀、豆腐丝儿啊，这是什么？炸黄豆，还有一个这个蔬菜，正宗的朝鲜泡菜。哇，这是朝鲜版龟仙人吗？干锅菜花、五花肉、猪排、牛五花、梅花肉，还有一个牛排。这是正宗的平壤冷面啊，先尝一尝。我们把这个面拌开了，看里边都有什么。这个应该是荞麦面。外边这个肉是什么肉啊？是鸡肉吗？看着像鸡肉啊。这个肉是什么肉啊？鸡肉。鸡肉是吧？还真是鸡肉。这个应该是萝卜片，半个鸡蛋，还有点黄瓜片。这个面条嚼起来筋道爽口，很难咬断。汤汁呢不咸不淡，恰到好处，酸甜辣一应俱全，微微的辣，微微的酸，配上一点点甜，非常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爆赞。美味しいです。来一口汤，甜中带辣，非常爽口啊！尝尝这个蛋羹，斥资38块大洋点了一瓶朝鲜原装进口的大同江啤酒，这收费确实有点黑。咱尝尝这个大同江啤酒怎么样啊？这个味道我也不好说，因为我不怎么爱喝酒，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来这儿一定要点一瓶这个大同江啤酒，朝鲜的这个非常知名的啤酒品牌啊。未成年人不要饮酒。咱们尝尝这个玉米饼的味道怎么样啊？就比较像咱们煎那个鸡蛋饼，不知道这里边有没有鸡蛋，主要还是玉米的味道，非常香甜，非常软糯，真的很好吃。这主食吃了半天都有点快吃饱了。好的，牛五花，终于可以开始吃了，太棒了。这个肉的味道跟外面烤肉馆的肉也没什么区别，基本上呢也没提前腌制过。你如果不蘸料吃呢，确实没什么味儿。旁边会有一个朝鲜服务员小姐姐帮你烤肉，他们的中文水平基本上还可以，能做到跟顾客简单的交流。这个小姐姐一下就把一盘的烤肉都已经差不多烤完了，现在就还有3块没有烤熟因为这边这个客人实在是不少所以就是我就自己烤一下了这肉的量还是真是不小一大盘的肉烤完了，我已经吃了差不多有一半了，还剩下这么多，这个确实是量大也实惠。今天晚上没歌舞表演，那就把我之前来这儿拍的素材给大家欣赏欣赏。
吃饱喝足出来了。这回吃这顿饭吧，没有我之前去的人多，可能也是今天是工作日的关系。这顿饭呢，我是买了一个2人的团购套餐，大概是233块钱，啤酒呢是单点的38块钱，合到一个人身上也就差不多120、130这样。这个量还是非常大的。如果是说呢，你专程想来吃这个的话，提前空着点肚子啊，不要吃太饱。还有今天最遗憾就是，本身我期待这个晚上7、8点钟这个歌舞表演啊，最后也是没有啊，因为今天本来就是工作日嘛，也没多少客人，所以呢，如果是想看歌舞表演，可以选择在6日的时候人比较多的时候来啊。朝鲜国营餐厅工作这些服务员小姐姐能出国能做这么一份工作，在当地来说的话，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职业了。在北京工作朝鲜的服务人员大概是多少钱？估计2,000块钱人民币吧，一个月。按照朝鲜这个传统来说的话，你在这个外边挣的钱还要缴一定比例的恩情费，所以真正可能到手的话，也就是差不多1000多块钱人民币吧，差不多就是这个水平。但是呢，这个也能在当地呢活得很好，过得很好。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还请给个1键3连加关注，咱们下期视频再见。